我们都知道，过去的2年来，AI 人工智慧，尤其是生成式 AI，它进入到人们的生活里面。那当然呢，有些人在生活中应用的多，有些人在生活中应用的少。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哦，在 GMAT 备考的世界里面，如果你懂得善用它的话，它对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今天我们来讲的是要如何去用到现在最新的 AI。来去帮助你的备考，因为最新的 AI 呢，它已经摆脱了在1年前、2年前你所想到的，可能 AI 就只是帮你写个诗啊、写个文章。刚出来的时候的 AI 可能只是帮你去做发想 idea，或者是帮你去写文章、帮你去翻译。但现在的 AI 已经能够做到，不只能做帮你去做语文逻辑的思考，也能帮你去做数理逻辑的思考。尤其在这1年来，所有的生成式 AI 的发展重点都放在去解决博士级别的科学类的问题，以及高难度的 coding，以及高难度的数学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去善用这些高等高阶逻辑的 AI，去帮助我们去解决 GMAT 各种题型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一下呢，我也会去讲很多你跟 AI 互动的时候需要遵守的一些基本的态度跟原则。好，说态度是有点奇怪，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而生气。但是呢，如果你能遵守到这些原则的话，你跟他沟通会更顺利，不会被困住。那我们就准备要开始了。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为什么 Dustin 现在提倡说把 AI 加到你平常的练习检讨里面。好，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基本观念，就是 AI 永远不会代替你上场考试。如果它代替你上场考试的话，以现在我观察到的 AI 的能力来讲，不管是数学或者是 verbal 哪一种逻辑，它已经可以去赢过全世界99%的考生，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在现在的情况下，很少能看到。当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有可能未来它也可以做到独立做到所有事情。可是现在的话呢，它无法去独立完成人类复杂的任务，但它做单一任务的能力是很强的。商学院里面，当然也开始有去引进教同学们如何去使用生成式 AI。那在顾问业或者是其他行业里面，当然也开始去引进 AI，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目前的角色是让人与 AI 并存，让它成为人类最好的军师，人类最好的这个 kingmaker。所以，我们跟他的相处模式基本原则就是，你的主导权还是要在，你要去如何去善用它，这是你的责任。它不会代替你上场考试。所以，当你今天跟他用的时候，等一下跟他去讨论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出现了一些障碍，你不要想着说，Dustin，你这个东西 AI 不能用了，好烂啊！你看他这个解的问题都会解错了，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不是在考他，你今天考他没有意义，他不会代替你上场考试。你要做的事情是让他帮助你学习。所以先懂了这个基本概念，与其说代替你上场，还不如说，如果他真的能够独立做到那么厉害的话，那这个考试就不存在了。所以考试永远都是人来考，那他的任务是帮助你学习。所以呢，当你发现跟他的沟通出现了一些意想之外的状况，你要想的是如何跟他讨论、跟他改进，而不是要想的是我就直接启用他。在终结者的同学里面，到时你也会帮辅助你怎么去使用 AI，就是我会随时跟你讲说，哎，你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或者是你跟他检讨的过程中，有哪些点是我可以帮你补充的？从人类的角度来讲，从考生的角度来讲，会是更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过去的纯检讨可能呢会比较没有效率，是我们看到纯检讨可能会有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类的劣根性，就是喜欢一直做题，一直做题，一直做题。当你持续一直做，你在享受的是那个，好像你去赌博玩扑克，你看赌场最赚钱的，或者是赌场就是最有人气的，不是那种你要打像德州扑克一样，好像要多人下注。好，其实赌场最有人气的是什么？是那种猜骰子的大小一翻两瞪眼，或者是你那个拉霸机，老虎机，拉下去之后就马上知道有没有中，因为人类的这个直接看到结果赢还是输，一翻两瞪眼的这个会刺激大脑多巴胺分泌，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兴奋这样子输了赢了，输了赢了，就很像是人类也喜欢去刷那个什么短影片。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个 IG 的 Real，或者是去看抖音 IG 的这个图片，就是越短的资讯越快让我们知道结果的资讯，或人类的脑袋会上瘾。所以你看，你过去在刷题、刷大量的题目，其实也是送的这个机制。你就想说，赶快把这个题目做完，做完之后马上对答案，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你很少会留下来检讨，永远在想说能不能去写更多的题目，让我赶快看到答案，我看到自己是不是有进步。但实际上，光写题目不复盘是不会有进步的，你永远会错一样的东西。那有一些比较认真的同学终于懂了，其实不能只有刷题，还要去检讨。可是问题是，传统的检讨，它只会让你看到这个题目为什么对，这个题目为什么错比如说题目讲了这个工匠，题目讲了这个企业发展，题目讲了某个这个比如说电子公司它的营收或者是它的这个策略要你去讲逻辑。那
传统的详解写在文字上，包括你在 OG 上看到的，或者是录解题影片，大部分都只停留在这个题目的故事你要怎么去理解，以及在这个题目的范围之内你要怎么去推理。那这个时候考生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把这一题的故事搞懂，可是下一次遇到类似的题目，其他的题目，你可能又不懂了，你会犯一样的错误。这个我们就常常把它简称叫什么？叫做很多同学检讨是在为这一题收尸，好，不是在为下一题找问题、找线索改进。你没有去辨识这个题目背后真正错误的原因，你身上你到底是哪个步骤做错了，或者是你到底是哪个观念、哪一个逻辑的考点不懂，而你只是停留在这个故事，就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同学在检讨 RC 的时候，阅读测验的时候，他的检讨方式就只是我们会去文章把那个定位句找出来，文章里哪一句讲到这个题目在考的地方，把这个定位句复制贴上，把这个定位句看懂了。然后呢，看选项的时候，觉得这个选项为什么错，把这个错的这个单字标起来，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A 数目，然后文章里讲的是 B 数目物种是不对的，文章里讲的是市占率，然后呢，这个选项里讲的是销售所以市占率是这个字，销售是这个字，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下一次考试，它又不一定会出现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又会容易错？这叫所谓的只是针对这一题收拾，没有再为下一题去找 take away。所谓的 take away 就是可以横跨题目，你下一次遇到不一样的题目，还是有可能会错的点。那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找 take away？像我们刚刚讲市占率跟销售额，那这个呢，比较聪明的同学就会知道说，那以后我看到有比率跟绝对值的时候，我就要去注意。那再更进一步一点，他就会去提醒自己，以后看到文章里或者是选项里有提到任何的统计数据的时候，他都会去特别去思考率跟值、定量跟变量之间的关系。好，甚至把它分类，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检讨方式。好，那比较烂的就是他只是把这个故事看过了，但是他没有去做分类，他也没有去想下一题可能会怎么去出变形的考法。那还有就是他也没有去想说我们整个准备的策略应该要怎么去设计，只是不断的练习题目，没有去做检讨，没有做系统性的检讨。那系统性的检讨虽然做了，他可能只是放在 Excel 表里面把它列出了一张表。可是各位，你可以想思考一下，你过去做的那些 error log，就是错题记录放在 Excel 表里面放在 Word 档里面，请问你有回去重新整理过吗？你整理出来那个数据，请问它有办法让你推出任何新的资讯吗？你好像都没有做，感觉就是做个心安的，放在那个 Excel 里面就没了。那么这样子，你做那个有什么用呢？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要从你过去的错题当中，不管是你的某一个错题，或者是你一系列的错题，能够去整理出你未来可以去改进的方向。而你过去的检讨好像都没有做到，要么只是一直写题目不检讨，要么是只检讨这个题目的故事，但是你没有去把它归类出错误的类型。要么就是你虽然知道自己错误的原因，但是你没有去想过可以去练什么类似的题目。我相信我刚刚讲的一个点，或者是好多点上面，你都会觉得心有戚戚焉。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考生，不管你是全职考生或者是在职考生，如果你是在职考生的话，上班已经很累了，下班的时候呢，很少会去做细致的去安排其他的活动。要准备考试就已经很累了，很少会去又为了准备考试去安排一套细致的计划。当然，终结者的话，我就会帮他去安排细致的计划，我也会教他怎么去做细致的检讨，所以就不用想烦恼那么多。那全职考生呢？你也已经离过去那个激情准备考试的时代有点远了，那叫高三。而且我们过去的考试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么考逻辑，过去的考试是一个非常固定的范围，你把这个范围里面的题目练熟了、背完了，那考试中的出现的变化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聪明的检讨。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要开始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错误的检讨方式，我们先来看，在 AI 的那个帮助之下，到底什么地方会比传统检讨更快？第一个，生成式 AI 好的指令搭配上去之后，它可以帮你去了解一个题目出题者他的核心想要考的东西。因为题目本身不是说出题者是想要打倒你，这不是什么玩那种百万富翁，或者是那种就是电视问答游戏，好像就是为了难倒参赛者而出题。它出题每个题目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这个逻辑是它考你的某些点。我们如果作为考生的话，很容易站在一个对抗的角色，会觉得说我就是把这道题做对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站在
出题者角色去分析这道题在考什么基本观念的时候，这样会更好，不但方便你去学习，也方便你事后去做整理。好，那 AI 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第二个，针对刚刚讲的错题检讨，好，你只是传统的检讨方式，只是看这个股市错了还是对的。可是呢，AI 帮你的检讨方式是可以帮你去做到分类，帮你去做到整理。再来更重要的事情是，AI 还可以去帮你把一道题目你做错的观念去连接到其他类似的题，帮你去找到类似的练习题，或者帮你创造一道新的练习题。那么我希望各位都能学到这些东西。那我们来看，在 Dustin 的思维里面，过去 Dustin 曾经有做过家教，在帮每个同学去规划读书计划，跟指导他们的练习检讨方式。检讨所使用的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能不能站在出题者的角度，知道这道题目出题者要考的观念，以及出题者希望你走的最短解题路径、正确解题路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能不能从我做错的过程当中去知道我到底缺乏了什么东西，我的能力有哪里不对，而不是这个题目哪一个字错哪一个字错而已。跳脱题目的故事，找到我自己能力的短板。第三个，根据我的能力短板去找到未来改进的方向，以及未来我可以练习的类似的题。我们就会根据这3个层次来去示范。